观音菩萨座下七大高手，最差的一位都能吊打天蓬元帅，一念之间兵锋万里。最后一位高贵圣洁的女神仙，让孙悟空这个时候都为之心动。七大高手第一位，灵感大王鲤鱼精，被观音菩萨养在莲花池中，因为经常听菩萨讲经，修成正果，法力浩瀚，可以一念之间兵锋8万里通天河，对战曾经的天蓬元帅和卷帘大将，也不落下风。要知道天蓬元帅曾经统领10万天河水军，武艺高强，3界都数1数2。灵感大王在下凡之前都是一直听菩萨讲法，没有练习武艺的时间，如此看来他的天赋简直是无比惊人。不过这和他要供奉童男童女也不无关系，看过西游记的都知道，妖怪最喜欢的食物就是人族，这是因为人乃是天地之灵，受到天地眷顾，三清祖师如来佛祖这些顶尖大能，弟子们人也大多都是人族。人族帝王哪怕手无缚鸡之力，也会受到神仙们的敬重，而妖族的帝王都是斩妖除魔的对象，两者一对比，瞬间高下立判。七大高手第二位，金毛猴赛太岁，他是观音菩萨的坐骑，极为好色，下凡啥也没干，就抢了个公主回去。据说观音菩萨对此极为不喜，所以日常出门都是端坐莲花之上。这金毛猴其实也颇有来历，上古时期就已经得道，乃是通天教主座下随侍七仙，地位在3界当中也算排得上号。在众神仙没有撕破脸皮之前，金毛猴也算是跟观音菩萨同辈论交的大能，只可惜后来封神大劫失败，被捉去成了菩萨坐骑，也难怪他脾气如此顽劣。金毛猴下凡之后也不一般，他手中法宝唤作紫金铃，乃是太上老君炼制的法宝。西游当中有句话说得好，老君出品必是精品，八卦炉里仙丹妙法宝神兵数不胜数，哪怕是煽风点火的芭蕉扇都让孙悟空无可奈何。这紫金铃同样妙用无穷，可以释放风沙雷火，哪怕10万天兵也抵挡不住。七大高手第3位，灰暗行者木吒，哪吒的哥哥，托塔天王的二儿子，也是观音菩萨的大弟子。七大高手当中最早跟随菩萨，深得观世音的信任，观音菩萨出门办事基本都会带着他一起，说是菩萨的传人也不为过。木吒在西游记中总共出场4次，第一次是在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，木吒跟随观音菩萨参加蟠桃会，客串了一回打兽，跟孙悟空打了一场。第二次是跟随观音菩萨去寻找取经路，路上点化了4个徒弟，其中就包含孙悟空。第3次是流沙河收服沙僧，菩萨没有出面，让木吒代为传令。从这里就足以看得出菩萨对他的信任，像是鲤鱼精之类的只配养在池子里。第4次则是帮唐僧师徒收服红孩儿，木吒向其父李靖借用36把天罡刀，令其成为观音座下童子，也让自己多了个师弟。封神当中，木吒师从12金县的普贤真人，3兄弟一起也是立下了赫赫威名。李靖可谓是老谋深算，一家子都是身居高位，无论天庭还是灵山都有他们的一员。此二者乃是3界最大的势力，在其中位居高位，就等于有了睥睨天下的资本。七大高手第4位，黑熊精，妖精里的憨憨，观音菩萨的守门大将，单纯的武艺比拼跟孙悟空不分上下，是少数喊出猴子弼马温外号还安然无恙的妖怪。当时猴子刚出道，还无比骄傲地吹嘘了半天，结果被一句弼马温破防，这3个字的杀伤力跟嘲讽二郎神妹妹跑了一样大。黑熊精在妖怪当中算是毕竟好的，毕竟他连唐僧肉都没兴趣，和取经4人组对上也是为了抢夺袈裟，由此可见他是真的一心向佛，也难怪观音菩萨会将其收入门下。如此虔诚的妖怪实在是太少，并且还武艺高强。孙悟空可是肉身成圣的强大妖魔，黑熊精没有吃过太上老君的仙丹，自然成长到这个地步已经是殊为不易。七大高手第5位，善财童子红孩儿。关于善财童子的来历，大多数中的印象都是牛魔王的儿子，但在华严经中曾有记载，说是文殊菩萨当年住在福城东的庄严壮婆罗林中时，善财是福城一位长者的500个儿子其中之一，因为他出生之时各种各样的珍奇异宝就像是泉水一般在他周身涌出，相面是摸骨看相之后，说此子福的深厚，故而取名为善财。善财童子拜访名师，先后在文殊普贤座下修行，领悟佛法真谛，第一是辩证的菩萨道果。为了向佛陀之位进发，于是转世重来，在不知道多少轮回之后，成为牛魔王儿子。因为是妖王之子，红孩生来桀骜不驯，看谁都不顺眼，长此以往必定堕落成魔，这让灵山众佛直皱眉头。恰好此时唐僧西天取经，观音菩萨便适时的出手将其收服，带在身边历练。善财童子先后经历4大菩萨的教导，未来注定成为佛陀。七大高手第6位，驼平神龟。
话说孙悟空吃了红孩儿的亏，跑到南海普陀山请观音帮忙。菩萨将手中宝珠净瓶往海心里泼的一灌，唬得孙行者毛骨悚然，赶紧起身。说话间，只见海当中翻波跳浪，直接钻出个瓶来，原来是一个乌龟驮着出来。此龟就是驼瓶神龟，原本乃是上古神兽，阴差阳错来到南海，被此地的霸主观世音降服，专门负责看守菩萨法宝玉净瓶。这玩意是观音菩萨的标志性法宝，重要性不言而喻。但玉净瓶在装满水后无比的沉重，就连孙悟空都拿不起来。同样肉身成圣的木吒肯定也是一样，所以就只能交给这个乌龟保管。乌龟的背负之力向来数一数二，上古曾有龙子霸下，可以背负3山5岳。女娲娘娘斩下灵龟4只，支撑洪荒世界的天与地，连天地都压不垮。区区4海之水又算得了什么呢？这头老乌龟虽然没有什么存在感，但实力肯定是非同凡响，算是观音势力的一大底牌。7大高手最后一位龙女，观音菩萨身边的女童龙女，是佛门20诸天中第19天智破桀罗龙王的女儿，聪明伶俐，机灵过人。8岁时偶听文殊菩萨在龙宫说法华经，豁然觉悟，从此通达佛法，发菩提心，遂去灵鹫山礼拜佛祖，以人身成就佛陀，说是观音菩萨手下第一高手也不为过。龙女之所以这么评价，是因为她不仅有托海之力，常替观音菩萨执掌玉净瓶，要知道连孙悟空都拿不起来，单纯这股力量就很是恐怖。另外她还是陪伴菩萨身边听经最多的先生，基本参加什么佛法盛会都是带着龙女，出门打架就是带木吒。龙女是观音菩萨的管家，南海紫竹林都是她说了算，灵感大王是养的鱼，黑熊精是看大门的，红孩儿来得太晚，放眼望去只有木吒勉强相提并论。除此之外，善财龙女还是观音座下第一美人。传说孙悟空也曾对她心动过，西游当中猴子曾经3番5次借法宝，就比如黄风怪时期去找灵吉菩萨借来克制风沙的定风珠，观音菩萨的玉净瓶自然也逃不了这个命运。定风珠猴子直接拿走，菩萨身份尊贵，不可能随叫随到，而玉净瓶虽然猴子拿不动，却可以让龙女去施法，就跟流沙河让木吒去办事一样。但菩萨曾说过，怕龙女一个跟着孙悟空去，被孙悟空诓去，意思就是龙女太漂亮单纯，怕被猴子这个鬼灵精哄骗。别看猴子大闹天宫战力无双，他暗地里的坏心眼可多着呢。弼马温这个位子干了没几天，天宫的八卦可打听了不少，和二郎神对战的时候直接接断，气得杨戬放狗咬人。观音菩萨智慧过人，对于自己的手下的龙女自然是要多加看护。观音菩萨座下7大高手各有千秋，那么你对他们又有什么看法呢？本期神话故事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继续。